自从嘉平生了4阿哥，皇上日日设宴，上下赏赐启祥宫，却再也没来看过永璜和永璋。再怎么样，4阿哥也不是中宫的嫡子。论次序来说，前头还有大阿哥和3阿哥呢。嘉嫔就算有1个儿子，纯嫔姐姐，你有2位皇子，他自然是比不过你的。唉，比过本宫又如何呀？比过永璋，才让本宫伤心。这样吧，纯嫔姐姐，你就带着大阿哥和3阿哥去探望嘉嫔。若是碰巧遇着了皇上，见面自然也有3分情；若是没碰着皇上，也显得你是嫔位当中第一人的仁德宽厚。皇上知道了会欢喜的。妹妹说的对，本宫这就带他们去。哦，皇上您瞧永成，哎，快给皇阿玛笑一个。看他这个样子，还真像永莲刚出生的时候。皇上，那是臣妾母族送来的上好山参，臣妾知道皇后娘娘卧病，拿来补身最好。不枉皇后疼你啊！皇上，主，纯嫔娘娘来了。嗯。臣妾请皇上安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都起来吧。是。纯姐姐快坐。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嘉嫔妹妹生了4阿哥，一直养在身边。臣妾到底是生养过的，许多养儿之道，想说与妹妹听听。纯姐姐有心了。怎么没见永璜一块过来？啊，永璜一心在学业上，所以不得空过来。你照料永璋还有永璜，也确实是辛苦了。哎呀，哪里及得上嘉嫔妹妹初为人母的辛苦啊！永莲啊，在协芳殿过世，所以朕一想到协芳殿就难过，因此朕就许嘉嫔把永成带在身边抚养。皇上思虑的是，若不是嘉嫔妹妹亲自照料4阿哥，4阿哥哪能生得如此这般健壮啊？让臣妾看看，永璋，快来看看弟弟。哟，你看这小脸圆的。好了，你们有提起话聊，那朕就回养心殿了啊！别起来了。好，纯嫔啊，你膝下多子，养儿辛苦，就敬为妃位吧。臣妾多谢皇上。你们俩，恭喜纯妃姐姐了。大哥，奴婢明明听见海贵人让纯嫔娘娘带着您和3阿哥一同去启祥宫的，可娘娘偏让您练字，撇下您，却带3阿哥去。我不是纯娘娘亲生的，纯娘娘和母亲不一样，她有亲生的皇子，母亲只有我一个。大哥，奴婢啊，是怕您委屈了。就算替我委屈，也没被纯娘娘看出来。若离了钟粹宫，只怕日子更难过。等我长大开府，便都好了。看奴才来抓你了！妹妹一定要收下。不，纯妃姐姐，那是因为你有2位皇子，母凭子贵，全是您个人的福气呢。妹妹哪里的话呀！若不是妹妹提醒本宫借2阿哥事接回永璋，哪有如今本宫和永璋尽显天伦之乐的欢喜呀？更没有封妃的好日子了。哼，快收下！不，姐姐您太客气了，您收着吧。来了！
来抓你了！奴才该死！皇上晚安，皇阿玛晚安。好，无事。这钟粹宫啊，就是热闹，朕听了就开心。臣妾请皇上安。好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海贵人也在啊。海贵人羡慕臣妾有孩子，常来帮衬。皇上，若是海贵人能有自己的孩子，那该多好啊！朕何尝不是这么想呢？这子嗣繁盛，皇室才会兴旺啊。不过，这热闹是好的。永璋如今也4岁了，该学会识字了，不要一味的贪玩，不然连带着永皇也不读书了。回皇上话，大阿哥为了增进兄弟之情，每日读书温课时，三阿哥也在一旁听着呢。大阿哥还教三阿哥识字。哦，永璋会认字了。三弟，你看那中间是什么字啊？翠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，永璋都会识字了。永皇啊，你身为皇长子，能教幼弟读书，甚好。皇阿玛明鉴，不是儿臣用心，而是三弟资质聪颖。从前只是协芳殿的嬷嬷们太过宠爱了三弟，也耽误了识字任务。如今儿臣只想多教教三弟，以尽大哥的责任。好，永皇纯孝友爱，是阿哥们的表率。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是伺候纯妃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是刚拨到钟粹宫的，蒙娘娘不弃，让奴婢侍奉大阿哥。人倒是机灵的，用心伺候着。是。来，永璋，皇阿玛教你好好念一个字。阿弥陀佛，皇上终于夸永璋了。是您跟大阿哥教得好，三阿哥自然讨皇上喜欢了。纯妃姐姐，你应该好好赏刚才那位宫女，要不是她刚才说的话，皇上今天还不会如此欢喜。赏，自然是要赏的。可惜把御膳房刚拿过来的堂中苏老都赏了这位宫女，她就……回娘娘话，奴婢名叫燕婉，得娘娘遵口召唤，是奴婢的荣幸。可惜把堂中苏老拿来，都赏了燕婉吧。是。进去吧，妹妹。叶心，上回让你查江雨斌的底细，可都查清楚了？摸清楚了，他一听能去冷宫，可乐坏了。是吗？主儿，是皇上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好，朕记得在纯妃的宫里见过你。皇上好记性，奴婢是伺候大阿哥的，送了大阿哥去上书房，便往御花园走回钟粹宫。不是有心要打扰皇上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名叫燕婉。燕婉，燕婉极好啊。南朝的沈约在《丽人赋》中说：“亭亭四月，燕婉如春。”皇上，这诗念得真好听，可惜奴婢不懂的。你不必懂的。对了，你姓什么？奴婢魏氏，满洲正黄旗包衣。魏氏这个姓氏倒是普通啊，但出身上三旗，身份不算低。奴婢虽是正黄旗包衣出身，但阿玛没得早，也没有争气的兄弟，实在算不上好门第啊。门第的高低，长辈留下来的不算，是要靠自己去争的，争出一副好门第。皇上，奴婢一个弱女子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朕记得有句诗：“欢愉在今夕。”
夜晚积粮食。恭送皇上。看来宫里要出第二个阿若了。夜晚，夜晚，春茶，你先走吧。夜晚，你额娘托人带话进来了，说是银子用完了，让你早些送去。啊，我不上个月刚送过去的吗？可能是你额娘知道你在钟粹宫当差以后油水多了吧？我所有的银子都给他们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要不然，你让大哥喜欢你，封你当个什么侧福晋格格之类的，你不就有办法啦？别瞎胡说。夜晚，你怎么来了？走。怎么了？看你这表情，不高兴啊？是不是伺候大阿哥太累了？哎，这大阿哥吧，现在正是顽皮的年纪，你要学会偷点懒儿，别让自己太辛苦了啊！听见没？不是。难道你额娘又问起咱们俩的事儿？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，我额娘不喜欢你，嫌弃你，她一直想让我嫁一个富贵人家。夜晚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我保证。云彻哥哥，难道你只能待在这儿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别的办法，慢慢来吧。我想办法总是会有的，你说呢？是啊，你是男人，不怕等不到机会。可是我到了25岁就要出宫了，在这之前没有机会，便再没有可能了。你说什么机会啊？不是，你在钟粹宫不好吗？我额娘总跟我要钱，去供我弟弟画孝，我也实在没办法呀。我也不希望他们总受苦。夜晚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云彻哥哥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我阿玛凡事丢了官，膝下满门姑姑，罪臣之后，这个身份会随着我的血脉代代相传下去。而你入宫多年，却只是个冷宫侍卫，没有出头之日的。那可是我们将来……不，我们没有将来。如果我们在一起，便是一辈子的奴才。我当奴才不要紧，但是我不愿意我的额娘和我弟弟跟着我一起受苦，所以你就当不认识我罢了。啊，真的？哎呀，怪不得
皇上最近常来本宫这儿，怕是已经对这个燕婉留了心思。若是再让他胡媚几次，这后宫里岂不是要添新人了？纯妃姐姐，您好不容易才到今天的位置，千万要小心这个丫鬟。哎呀，皇上若是喜欢她，本宫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现在皇后娘娘病着，嘉嫔刚生完孩子，不能伺候。后宫里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人，皇上要是想纳新人，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啊。就算要纳新人，也不能出自您宫里。纯妃姐姐，您仔细想想，您现在已经有2位皇子了。若是燕婉得宠，旁人必定会认为是您举荐的，要捧着她去替三阿哥争宠呢。这会让三阿哥成为众矢之的的。那怎么行啊？谁也不能伤害永璋。妹妹，可有什么好法子？就说这燕婉。哎，燕婉，哎，燕婉，大哥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前日皇阿玛给我的字帖你放哪儿了？大哥，我给您搁书桌上了，您没看见吗？没啊，你再找找吧。行，我这就给您找。哎，燕婉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包金针菇豆皮的包子啊？有空一定给您做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心野的，哪里还有心思伺候永皇啊？可心，哎，传燕婉来。是。奴婢请纯妃娘娘、海贵人安。起来吧。燕婉，你伺候永皇伺候得很好，永皇也常夸你。伺候好大阿哥是奴婢的本分。本宫是想留着你伺候永皇的，可今日钦天监来给永皇算流年，本宫便把你的八字拿去和永皇一合。不成想不仅和永皇相克，还和皇上犯冲，这就不太好了。为了皇上和永皇的安好，你得避得远远的。娘娘，娘娘，奴婢怎么？你不满意吗？奴婢不敢。本宫看着你人比花娇，去花房伺候花草最相宜。谢娘娘恩典。只是大阿哥一时还离不开奴婢，还请娘娘稍收通融，让奴婢跟大阿哥交代几日再走。海贵人，若命数相克，多留又有何意义呢？你想开些吧，否则真克着了阿哥，被罚去新者库也不为过。好，奴婢遵命。奴婢立刻就走。可心，哎，送燕婉去花房。是。谢谢妹妹。主，您的请意拿来了。还是换那一件青玉色、暗纹梅花的吧。主什么衣裳都喜欢梅花纹的，和从前易主一样。其实主上了妆，真好看。